每次都误会我，从来不听我的解释。一点误会都没有，每一次都是背着我跟其他女孩出去干嘛？约会、喝酒或怎样怎样，每一次。很多次。特别多。就我们之前见面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约了我吃饭，然后爽的我约去跟其他女孩吃饭去了？你听我说啊，首先那个时候咱俩没有关系，对吧？而且咱俩没见过面，只是在微信上聊了几句。我有把你当我会成为我女朋友的那种意愿，但是咱俩没见过面。这候选人啊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。那你为什么约了我又要跟别人吃饭呢？你就别约我，你就跟那女孩好啊。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个女孩先约好的，但是她第二天早上跟我说，我今天要忙的事儿，可能会很晚，不行咱们就改天。我说那好，那我想那她不行，那我就再约一个别的见面呗，我就跟这不就气补吗？我就跟你约的，对吧？我跟你约了呢，然后我公司确实有事儿，忙到很晚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女孩又跟我联系了，说就在我公司附近。然后他就过来找我，现在咱俩改天再约吧。你不跟他也没见过面吗？他怎么知道你公司在哪儿呢？发微信问我。那你跟他好呀？那你后来又来找我干嘛呀？我觉得他不合适啊，所以我要见下一个我认为合适的。明明就是风流成性，想多见一点美女吧？你觉得你很美吗？哪有这样说话的？那什么现在什么意思？不是我这实话真的，因为通过我们俩相处这4个多月啊。你的优点是什么？我很清楚，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，不然我也不能再找你。然后天天伺候你，你喝醉了，然后我找一保姆，找一阿姨就可以了。不是的，喝醉了怎么着？他喝醉了，然后我吐了一地，我在家里，我一点一点用手给他抹出来家里，我就怕他家有味道，怕他那个半夜不舒服，我还去给他熬汤。他呢，第二天没事人一样，出去玩去了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来关心一下我呢？我生病的时候，他直接去跟哥们儿打球。生什么病啊？肠胃炎。我跟他说，我说，哎，亲爱的，我肚子疼的不行，你来接我吧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吧，你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吧。我求你了，真的，你怎么了？我一个人自己扶着墙，我都脸都疼的脸都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长那么大都没有人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吧，你还是我男朋友。你是个男人吗？他哪没说全，小刘。那天是怎么回事呢？他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我肚子疼。我说啊，我说那你不行的话，我带你去医院看。我说的这话，然后他说啊，不用了，可能是我吃坏东西了，我拉肚子就好了，是不是原话？我是不知道啊。是不是你说的对吧？谁知道啊？那是中午。我是不是又说了？晚上的时候我疼的不行了，我又给你打电话，我说亲爱的不行了，我在床上躺了很久了。是晚上7点多，我公司在国贸。他呢在石景山，哎呀，让我去接他，带他去医院。我说既然不行了，你现在马上要么打120，要么打一车到医院，我往医院赶，这有毛病吗？他就说我，啊，你随便你自己去吧。你就没有这个心啊？你要有这个心的话，你坐地铁过来陪我也是可以的呀。你坐地铁过来，然后带我也飞不了啊。为什么要耽误时间呢？你都说不行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往医院去呢？我要的是你关心我啊，要的是你扶着我去医院啊。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自己一个人去医院，我谁都不叫？我就赌这口气啊！我要告诉你，没有你，我自己也可以。那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以。这样啊，小刘、小一，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亲爱的，我男朋友，我是你女朋友之类的这样的角色了呢？啊，这一辈子我记得最深的就是那个事儿，就在我们要确定关系的那一天，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。谁约谁？他约我。我约的他。你为什么决定跟他约会了？我们2个没见面之前一直聊微信，我通过他说的那些东西，我觉得哎，这不是一个玩的女孩，靠谱。然后才在一起。那天我记得是有个电影，就不什么不说了，就是特别大话西游票特别难弄，好不容易弄到2张票，然后买了一束鲜花，去接的他，带他去看电影，然后呢？然后到了电影院，我去洗手间，在这个时候，我接了一个电话，干嘛去了？然后我就走了。你跟大家说干嘛去了？跟谁去了？我接谁的电话？见我的前女友。
我从中午我就开始梳妆打扮了。呀。结果呢，他到了电影院跟我说肚子疼，我说好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先进场。我在电影院我都一场已经看完了，然后他人还没有出现，我特别担心，我在想，哎，是不是肚子疼的不行了，然后也来不及跟我说，就直接一个人去医院了或者怎样，我特别担心他，我就给他发短信，打电话，男厕所我又不能进，我特别想闯进去又不能进，我在外面喊他的名字，没有理我，电话不回，短信不回，就整个人就消失了。我那天一个人，就回到家都3点多了。我出电影院的时候，人家的男朋友呵护女朋友打车啊、抢车啊，我一个人特别的孤单。我当时也没想到你能傻呵的等到那么久。是你让我在电影院等你的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想再跟你联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接到一个电话嘛，我前女友给我打来的，前女友，然后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拿着一个啤酒瓶的碎玻璃碴子，搁着自己的手腕，干嘛呢？说你必须来，不来后果自负。我一看我马上就去了。但是我承认确实没有从上一段感情真的完全走出来，而且我们2个又是第一次见面，我想，那我这边就这样。你知道我那天有多难过？我自己在家一个人，3点多了，反反复复睡不着，我就起来刷你的朋友圈一遍又一遍，没理我。然后朋友圈突然之间那个封面就更新了，更新他跟一个比基尼女郎抱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是一看那照片就不是现在拍的。我在想啊，那应该是和好了怎样？我是哭着哭着睡着的，然后第2天起来的时候，他直接就把我屏蔽了，1个礼拜没理我。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，既然我已经跟我前女友复合了，新认识的女孩我就不会再联系了。你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。我怕他觉得脸上挂不住啊什么的。我现在脸上挂得很住是吗？我现在很有光彩是吗？你现在很有啊，因为我又来求你了嘛。我知道你的好啊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每任前女友都是这样啊？他就是不停给我打电话，求复合，然后不停给我骚扰发信息，到我家楼底下等着我，抱着鲜花在那喊，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是第一个，之前都是他们来求我，我没求过别的女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女孩都喜欢我。我第一次跟你低头，跟你道歉。因为你跟我之前的女朋友不一样。你觉得她哪儿不一样？她给我的温暖是我之前没感受过的。举个例子呀。我在外面喝完酒回到家了，渴，不管是凌晨什么时候，她睡的什么，我一跑腿我说渴，给我弄点水，给我倒了一杯水。在那之后，每当我喝完酒回来，只要我渴了，我一看床头都会有一杯水，让我特别感动。这是我之前女朋友根本做不到的，我怎么推怎么踹都不动。那不是，刚才还没讲完呢。不是。后来怎么分手了？又跟前女友？我俩相处了能有2、3天，就是马上拿户口领证去。我觉得我接受不了了，因为他一说跟你要结婚，你就跟他分手了。我前女友没再逼过你了吗？没有。他逼我就是为了要跟我复合。他为什么要跟你复合？因为分的时候是我提的分手，他可能会觉得我被他甩了没面子，那样。你跟前女友分手，在1个月里，你除了小易之外，没有结识其他人。就是一起认识了3、4个嘛，没见。然后1个月之间就认识了3、4个，见了其中俩，然后1个月之后就要开始向小易说我们确定关系吧。当天跟前女友咔嚓就复合了，把小易啪就给甩了。然后2、3天之后一听前女友说要结婚，咔嚓又把前女友踹了，扭头回来追小易是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当时还因为他跟前女友好了，然后跟我断了这一点，我还觉得他特别的专一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很专一的，我不敢说我多么好，我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一心一意啊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傻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怎么会那么想？你确实很傻，你傻在哪儿？你傻在你不相信我，你不理解我。我傻在我相信你了，我当时我还给你加分，我心里默默在给这个男的加分，我说啊这个男的好专一啊，万一真的跟我在一起了，那对其他女孩也是这样的，结果就没有啊，并没有这个逻辑相当荒谬，是这样。你骗我那么多次。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骗过你。那过年的时候，我莫名其妙半夜被拖到一个群里面，然后里面清一色的都是那些夜店咖的那些女生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群主是你。
然后你发了一个新年快乐1排玫瑰，你想干嘛呀？过年了嘛，群发短信，但是我没想到把你也拉进来了。就我是跟他们一类的是吗？不是，你跟他们不是一类的。为什么没有男的呢？男的我发过了，我是分组的呀，同事1排，朋友1排，哥们儿1排，那个女朋友们1排，不是女朋友们，女性朋友们1排。那你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男生，你是不是该把那些人清理一下？对，你说的对，之前我没有，但是我在改变，我也把我的工作从业务部门调到了创意部。我要是接触客户少了，我就可以把他们都删掉了。其实是我觉得你都应该跟我一同跟他们有接触。对呀，因为真的是工作上的，我跟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什么事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因为我很好的哥们儿，跨年夜，说了你不交一个女朋友吗？你带出来让我们正式的见一见。不来，我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不来，打了3、4个都不接。我为什么不来呀？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你跟我说，你说我们一起跨年吧，就我们2人2人世界，然后你后面又变更说啊，我跟一群哥们儿来吧。我没说我们2个呀，我也没变更啊，我是问你说我们怎么过？你说没怎么过，在家。说我们在一起过，那是不是2人世界？我说那你跟我去过吧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因为我是跟朋友一帮了，没单独跟他了，就没人了。重点是，我一直认为我们交往了那么久，我们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里面，我们俩是应该在一起过2人世界的。然后我那天也准备，准备了给你准备很多东西。是上一年就跟我们很好的铁哥们都约定好了。那你上一年知道你而且我觉得跟女朋友之间，如果非要单独2个人的话，要么过2月14情人节，要么过7夕。就是你为什么总误会我呢？我真的不知道说你什么好。不知道说什么好啊，好像小刘这边也是百般解释哈，对方也不能理解哈，到底谁会错了这个意？我们听听看4位嘉宾的意见，减压面对面。我想问一下小刘，刚刚你在说话的时候，你有说我不知道别的女孩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。那如果你是别的女孩，你认为你身上最可取的3个优点是什么？诚信。比如说我跟某个女孩约好什么事儿，我一定会真的那样去做。比如说你跟她约了看电影，就你一定会去把电影票买了。我一定会去看的，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是不知道的，我相信谁都不知道。所以你是一个诚信的人。啊，对。第2个我是特别会制造一些什么女人喜欢的小浪漫啊，什么那种。你特别会知道女人喜欢小浪漫，比如说只过情人节，但是元旦节的时候绝对是不能跟女朋友一起过的。第3点呢？一心一意，比较专一。很专一，就是对爱情很专一。对，选择一个绝对不会去选择第2个。对，不会发生什么脚踏2只船啊，或者什么那种。女朋友就是女朋友，其他朋友就是其他朋友，多一点出格的事儿都不会做。不会脚踏2只船，但是你经常从这条船上蹦到这条船上，然后又从这条船上蹦到这条船上。没有。在电影院门口，忽然之间看到前女友要拉手腕子了，噌，2只脚一块蹦到前女友那条船上，站了2天。前女友一说要结婚，一看不行，嘣，又2只脚一块蹦到了小易这条船上。你不会脚踏2只船，你就双脚在不同的船之间来回蹦的频率有点高。是我又蹦到单身的这样的状态，然后没选择跟不跟他在一起的。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孩不合适你，她不是那种想要找您这种很诚信的，然后又专一的且懂得女人心的男人。你根本无法了解像这一类的女孩她们所需要什么。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小易，对于你来讲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找一个品行端正的男人，又有责任心，又懂女人心，还有专一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应该认认真真去找这样的男性。而今天我觉得你到这个地方来说实话，会有点降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面子，也会降了自己的一个尊严。所以好好的去找你想要爱的那个男人就可以了，这样的男人会有其他女人跟他在一起。我其实特别理解小刘为什么会喜欢小易。当一个在泥沼中卧着的蟾蜍看到天空中飞过的白天鹅的时候，他会对纯洁有向往。
刚才小刘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忽然间明白了。他说他把小易无意中拉进了一个群里，这个群里呢，按小易的话说，都是很多穿着比较暴露的那样的女孩子。然后小刘说，他们就是没事一块唱歌一块喝酒的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呢？纯洁、简单，知道疼人，知道怎么过温暖的像家一样的日子。所以我说，小刘在这一点上，他一定会觉得小易与众不同，这一点我理解他。第二，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那么多女孩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那么喜欢我。别人都是小刘高调的离开，他带着自己充沛的自尊离开，忽然间遇上一个把你甩了，把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、自以为很大男人的小刘给甩了，这个小易可不得了。他损害了我一个胜利者的完美。我如果不把他追回来，我以后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里那人，我的脸可往哪儿放？我再也不能跟别人拍着胸脯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女人都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，因为知道有一个小易不爱他。因为对纯洁的向往，小刘会爱小易；因为好胜，因为自己在爱情里不能输，自己完美的战绩不能有瑕，所以小刘必须爱小易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小刘，你不愧是跟很多女孩子有过比较频繁接触的人，你好多招数啊用的不露痕迹，但是都在架势之中，没有，那都是套路。你就比如说啊，让一个女孩每天处在竞争当中，我不是你一个啊。首先我认可你，在我所有的女人里，你独树一帜，你是翘楚，你跟她们不一样，但她们存在，我让你看见她们，既有竞争的危机感，又有对方单独的认可，尤其的推崇。这时候一个女孩会怎么样？会不会为了竞争那个翘楚的荣誉，而在这个男人面前越来表现越好？还有，怎么加深一个女孩的印象？就是在这个女孩最意料不到的时候，让她惊喜。这是力量最强的吗？不是，比这力量更强的是，让一个女孩在她绝对意料不到的时候，给她一大嘴巴。今天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手捧玫瑰花。今天我要向你告白，歘，人间消失，1个星期一点音讯没有。一个女孩在完全意料不到，马上就要像公主一样被追捧，马上就要像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一样被告白了。处在这种期待之中，忽然之间，噌，那人没了。1个星期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。你说，小易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你对小刘的印象得多深？那我说，什么人最让一个女孩忘不了？狠狠地伤过这女孩。这样的男人才会让一个纯真的小女孩印象深刻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小刘，你好多招数都在套路。但我跟你说啊，小易，如果说你刚刚学会下围棋，金角银边草肚皮，你敢跟9段高手下？不会，碰都不会碰。对，你死定了。其实生活最残酷的是什么，小伙子？生活最残酷的就是把你最想要的东西，以前不重视的，现在特别想要的东西，直接给你拿走。这是生活最残酷的，根本由不得你争辩。你们俩加起来的意思不就是说，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，现在你喜欢我了，我却已经回不到从前。这就叫错过。你现在可能是真心的觉得，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是总有一扇门为你开着，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，总有一个女人在深夜等待，总有一杯水在你酒醒之后可以随手够得着。你觉得这是你最大的温暖，而其他的女人给不了。你现在特别想要这种幸福，对吧？但是凭什么说你要回来，别人就得回来？人心是要慢慢捂热的，
你让我寒了心，你让我突然之间就恢复到那种状态，这可能吗？这不符合道理。你始终信誓旦旦地描述你自己的所谓的道理，我相信你此时此刻所说的事情都是真诚的。比如说，你反反复复地说，我认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真诚，这一点我承认。但如果这个时间段非常之短，而不是说2年、3年、4年，而是大概1、2天或者某个星期持续的往来的话，那么你这种所谓的某一个时间段的真诚的这种诚信，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你无耻的很坦白。你嘴里面反反复复出现了几次说我要改好，你没有问题，你改什么呢？所以说啊，浪子回头得要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样子。如果我真爱他，我在忏悔，我在赎罪，我大概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来要求你回到爱我的状态，我没有资格呀，我哪里有资格呢？我伤了人那么多次，我怎么有资格再去跟他说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对方可以反问，我爱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在电影院满心等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病了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想跟你单独过节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可以反反复复的问，我孤独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凭什么现在你孤独了我就要回来找你呢？我是抹布吗？要就拿回来，不要就扔吗？因为你的种种挽回的方式都已经亵渎了他的自尊。如果我是你，我真心想改，我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关注他，以之前100%的甚至200%的一种关注度，在生活当中去安慰他，不求回报。他若是能回头，那便是我的幸运；他若是不能回头，那也是我该赎的罪。这才是真正的浪子回头的想法。另外，我还有一点想要对你这一类的男生说，这段话是陈道明说的，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。他说：“你以为天天光着膀子在 KTV 或者是在酒吧里面泡吧，那就是时尚吗？男人真正的时尚，是多在家里待一待。这个社会上，如果该回家的人定时回家，那么这个社会会安定很多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不一定要浪漫，但一定要有责任感；不一定能够挣大钱，但一定要能养家。”不一定事事都听父母的，但一定要孝顺。这种种所说的这一切，都告诉你们，其实一个男人呢，在外面有多少女人环绕你，不算你的本事，因为没有几个女人真心把你当回事儿。有多少钱也不算本事，今天有，明天很可能就没有。男人一个真正的本事在于什么？你真正有一扇门天天开着等你，真正有盏灯天天为你亮着。真正有一个女人永远在你身边围绕，只要你需要的时候，她总是真心以对，这叫一个男人的本事。所以今天如果我是你，我待会儿站那上面，我会选择放弃，我不摁，我回到生活当中去，付出我所有的关爱，彻彻底底的改，朴实的生活，好好的去对待他，默默的关爱，用细腻的情感去润滑，这就是你应该做。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但这个泪会在小刘的心中激荡多长时间，我们不太清楚。那小易，请去密室当中，有什么样的话说给我们听，说给小刘听。来，小刘也请去大声台，大声说说。让我牵住你的手，不再放开，让我陪你走下去，哭了相伴，感谢你让我领悟，让我大声说出来。小易，我现在真的特别理解你，我也明白了很多。我有太多的地方自以为是，我做的不对。我不求你现在就原谅我，我
我希望你能给我机会的是，不要不见我，不要让我找不到你，然后我们从朋友开始，就像涂磊老师教我的，用我的真心一点一点的，让你看到我的改变，然后再决定给不给我机会来关心你、照顾你、陪伴你，好吗？其实我今天来这里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以前是真心爱过你的，我是真的爱过你，心里有过你。现场100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希望小刘和小艺在一起，请按赞成键；如果你们不赞成他们在一块儿，请按反对键，请按键。现场53%，过半的观众还是希望你们在一块儿啊。小刘自己会拿主意，会为你升起选择柱。面对选择柱，如果你坚持想和小艺在一起，你按下红色按钮。那你也可以选择放弃，转身离开。按一下红色按钮之后，密室的门会打开，小艺会有一个选择，要么走出密室和你在一起，要么留在密室当中。来，请为小刘升起选择柱。请选择。请选择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我是真心喜欢过他的，之前也真心对他好，但是他不应该一次次的来欺骗我。他可以不喜欢我，但是不要再来伤害我。